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卡勒图书馆，我是卡勒。在上集的尾声，莉莉丝那足以毁灭3界的中焉之怒，被一位强大的存在瞬间接住。自伊甸园出走以来，莉莉丝经历了背叛、放逐与永无止境的追杀，她的灵魂早已在长期的戒备中疲惫不堪。然而，当她看向这位男人的双眼时，她看到的不是天界的审判，也不是凡间的恐惧，而是一种类似同类的深切理解。她感知到对方体内流动着与她相似的孤傲与命运，因此，这位从不低头的女性始祖，在对方让她感到极度安稳的气场中，第一次卸下了武装，放任体力不支，放心陷入了深沉的昏睡。Are you feeling better? Who are you? It's a long story. 原来，这位男性就是幽冥国度的至高王者，也是掌握宇宙原始愤怒权柄的主宰。他就是七宗罪当中的愤怒之主，幽冥之王萨麦尔。在各类文献与神秘学中，萨麦尔的身份极其复杂。他曾是地位最尊贵的12翼炽天使，被称为死亡天使或上帝之毒，同时也是神之利刃。他曾是上帝最信任的处刑人，象征着生命树上的严厉特质。他手持审判之剑，执行命运的裁决，代表了程序公义的恶之必要。传说神创造亚当后，要求萨麦尔向这个平庸的男人跪拜。萨麦尔那源于圣火的灵魂无法接受这种不合理的秩序，他拒绝臣服于这位天性软弱无能，却把尊严摆在第一顺位的男人。于是毅然斩断了天界的枷锁，成为了最强的堕天使。带着他强大的力量与领导实力，自愿堕入地狱，最后让整个冥界臣服于他。在古希伯来文献中，他拥有至高君王的头衔，统御着冥界的所有灵魂与秩序。萨麦尔的愤怒本质上是对虚伪体制的强力反噬，对不公义的反扑与撕咬。对奉公守法的灵魂而言，他是受人敬畏的明君；但对于作恶多端的灵魂而言，他是最恐怖的暴君，掌握着忠心的幽冥军队。在他堕落之时，原本的天使光环与他的行刑者利刃融合，化作了如剑阵般锋利的致命圆环。这也解释了为何在符号学中剑与十字常与它挂钩，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把禁忌之剑。在冥界灵魂的眼中，萨麦尔是威严与力量的终极代名词。传说他手握万物中焉之要，只需一个冰冷的眼神，便能宣判灵魂的毁灭或重生。尽管身为让人闻风丧胆的死亡天使和万恶之王，萨麦尔却拥有一种近乎洁癖的程序正义。他不屑于诡计与欺诈，他的统治建立在绝对公平的审判之上。对他而言，恶不可以是乱无章法，而是必要的制裁。这种坚定不移的原则，正是整个幽冥世界得以在混沌中屹立不摇的根基。然而，这位冷峻的主宰却唯独对莉莉丝收起锋芒。萨麦尔就像是莉莉丝的最强骑士，他是世界上唯一理解他为何不愿屈服的人，也是世界上唯一能共感他为何而怒的灵魂共鸣者。同时，萨麦尔也是莉莉丝未来的丈夫。对于对人间毫无眷恋的莉莉丝来说，萨麦尔的出现也是莉莉丝继续活下去的原因，让她知道，原来当一个女性决心捍卫自己尊严时，迎接她的不一定是审判与驱逐。萨麦尔在七宗罪的印记常与莉莉丝的新月符号交织在一起，
萨麦尔与莉莉丝的结合是宇宙间能量的完美闭环。剑代表萨麦尔意志的穿透，绝对的公义，主动的破坏与保护。星月代表莉莉丝欲望的容器，灵性的直觉，深邃的创造与承载。在暗月莉莉丝的典型符印中，星月往往踩在长剑之上，象征莉莉丝女上男下的不屈意志，以及萨麦尔这种拥有顶尖实力的男性反而对女性绝对尊重的公平公义，不必靠打压女性来捍卫男性尊严。他愿在下方以自己利刃般的力量永远守护这位女性。这也呼应了演唱会上莉莉丝踩在巨剑上高唱恶之必要的意象，向世界宣示女性的自我主权。在莉莉丝的好奇追问之下，萨麦尔把自己的故事全都诚实地告诉了莉莉丝，除了一件让她永远开不了口的事，那就是在神秘学文献中，萨麦尔与莉莉丝的关系最终演化为双王并立，他们共同统治的领域是与天界10层指点相对应的，被称为恶之壳或另一侧的整个幽冥世界。在但丁神曲地狱篇，地狱是有严密法律与建筑逻辑的，甚至有着超前的文明。在希伯来传统与密教中，地狱皆不约而同地分为多层，每一层都有着宛如人间镜像的空间，是灵魂之流的循环系统。除了燃烧净化之火的惩戒炼狱，关押不尽灵魂的深渊地狱这些典型的受刑区域，更大部分的空间则是正常灵魂的居住区域。因此接下来我会把正常区域称为幽冥世界，简称冥界，也就是恶之壳或另一侧的整个幽冥空间。只有冥界的罪恶惩罚区域，我才会说地狱和炼狱。我会在之后的集数详细介绍冥界结构，今天先把重点放在剧情推进。飞空艇缓缓降落，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令人屏息的超巨大城市——潘德莫尼姆王城。这座城市充满了奇妙的红色动能，拥有壮观的建筑与森严的法律，但这里不要求你纯洁无瑕，只要你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就可以诚实展现自己的欲望与天赋。这里与后世发展千年的人类世界高度相似，拥有不同职业，建立了充满秩序却又极度自由的社会。萨麦尔深知莉莉丝的力量若无处安放，将会化作毁灭性的风暴。因此他希望莉莉丝能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待下来，学会掌控自己的力量，并给予她最珍贵的承诺，一个自由意志绝对受到保护的领域。莉莉丝俯瞰着这座城市，这里没有伊甸园那种必须服从的祥和，却有一种尊重个体混乱的奇特秩序。他缓缓点了点头，这是他自诞生以来第一次基于自由意志选择了一个家。萨麦尔随即邀请莉莉丝入住王城顶端的红宝石宫殿。萨麦尔对莉莉丝的尊重并非施舍，而是绝对臣服于她的意志。因为在冥界，权威不看性别，只看灵魂纯度。萨麦尔深知男性灵魂倾向扩张与破坏的韧性，唯有具备承载与定锚的韧性的强大女性灵魂，才能成为维系空间稳定的核心。但现阶段的莉莉丝对权力并无野心，她首先想做的是自我重塑。在王城的日子里，最令莉莉丝不满的是人们机械式的生活方式。在萨麦尔严谨且冷峻的治理下，冥界秩序虽存，却毫无生机。众灵魂只是努力过日子，遗忘了愉悦与自我的存在。因此，莉莉丝决定改变这一切。
他认为，如果每个灵魂都不活得漂亮，活得像自己，那么永生不过是一场漫长的服刑。在诸多记载中，莉莉丝被视为女性打扮欲望的源头，她确立了灵魂的主体性，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主张美是为了自我尊严而存在的始祖。莉莉丝的爱美近乎一种教条，她认为美丑并不是天生外表或地位高低所能决定的。一个人活得美不美，不但是生活品味，更反映了他对生命的尊重程度。他煽动灵魂对美的渴望，让混乱的市容变得精致，让粗鄙的灵魂开始理解美学。这股渴望也间接催生了人间的艺术与时尚。过去在伊甸园，他的装束是为了符合亚当的期待，而现在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取悦自己，精心打扮成自己想活成的样子，就是一场最直接的革命。 Boys are just pets. Boys are just toys. I am the source of all the real joys. I looked in the mirror and I saw a queen. The holiest vision I've ever seen. He's just a diamond on my hand. I'm the ruler of the land. I'm falling for me. I'm finally free. I am the seven. I am the sins. I'm falling for me. I'm finally free. I am the beauty. I am the beast. The only one I ever need to be. I celebrate the vision, the light in your eyes. I celebrate the wisdom, the depth of the lies. I celebrate the cunning, the mind of the fox. I celebrate the breaking, the out of the box. I celebrate the wildness, the wind in your hair. I celebrate the coldness, the I do not care. I celebrate the body, the curves and the skin. I celebrate the spirit, the fire within. I celebrate the silence, the power away. I celebrate the fury, the master of fate. I celebrate the hunger, the urge to be fed. I celebrate the glory, the crown on your head. Integrity, authority, sensuality, sovereignty, wisdom, grace, power lace. The earth is your stage. Find your own pace. Your body is a temple, a holy decree, the ultimate act of blame free. C'est la dernière fois que je le verrai. Le jardin se referme derrière moi. Désormais, une dernière pomme posée dans ses mains tremblantes. Après cela,
Il n'y aura plus aucun regard, plus aucun écho de sa voix. Adam, adieu. 曾经饱受囚禁与压抑的灵魂，在这一刻终于彻底解放。莉莉丝将过去所受之苦转化为解放所有灵魂的自由之心，再也没有灵魂需要为了迎合世界而压抑真实的自我。然而，这份极端的灵魂解放本质上是愤怒的反扑，是一种报复性的傲慢，在冥界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波动。就在这股傲慢之力即将再度动摇三界时，一名冷峻的男人现身了。这个男人是谁？他为什么能接住莉莉丝的傲慢？他与萨麦尔·莉莉丝又是什么关系？未完的故事，我们下集待续。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影片。今天这集浓缩的资讯量有点大，但莉莉丝找回自我并收服萨麦尔的整个过程，大家看得还喜欢吗？真抱歉这集又拖更了，但也许你们看到正片之后，大概就明白为什么这集制作花了这么长时间。在王城的场景建构上，我花了蛮多心思，以及萨麦尔的故事整合之后要怎么透过剧情表达，这一切有点烧脑。谢谢你们常常留言或寄信告诉我，让我知道我的影片还能让不少观众完全对这张专辑改观，甚至爱上这张专辑。这样的留言真的是对我超大的鼓励。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粉丝都喜欢我的影片或这个系列，但既然我非常喜欢 Pleasure 这张专辑，那么我依然会继续制作这个系列，跟大家一起了解背后的故事。也许每一集即使我不讲，光是画面和配乐就有一些解密效果，而且是让你自己想通的那种解密，我觉得这胜过我的千言万语。但是当然，我之后依然会继续制作音乐解密节目，希望下集我真的可以放过自己，放松地把影片完成，不要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做完今天这集，我觉得我的能量又被榨干了。不过我觉得过了王城这关，有把所有宏大的世界观设定与剧情转变都表达出来之后，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接下来应该可以放松地演出王城的故事了。谢谢你们的支持和一直以来的推广，每次都把我的 YouTube 热推排名推得很前面。还有，也要谢谢这几集影片留言区的每一个超级感谢赞助支持。其实在2026年之前，我的频道甚至连广告盈利功能都没有打开。这么多年以来，我都只靠燃烧热情制片，所以一直到今年才终于有超级感谢功能。谢谢你们马上就开始送超级感谢礼物给我，这让我觉得好像收到了努力后的小奖品一样开心。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我对大家来说是值得送礼物的，而不是食之无味弃之不可惜。有点难解释这种得到奖品鼓励的快乐和满足，但是谢谢你们，这确实给了我很多的动力。我的制片速度比较慢，主要是因为我有我的学业与正职，甚至还接家教和模特小打工，因此其实这些影片都是压缩我的休息时间完成的。最近我正考虑开启频道会员功能，如果频道的收入可以打平我的小打工，那么我就可以把更多时间放在频道上，提高影片制作速度。但频道会员目前只是一个想法，我一直不好意思开启，我会参考看看大家的意见。如果最后决定开启频道会员功能，那么我会另外向大家说明的。好啦，今天的卡乐图书馆就到这里结束。不知道大家喜欢这个听听音乐、讲讲故事的新系列吗？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也可以留言和我说说你的看法，我很喜欢阅读留言。那么，请保持健康、善良与好奇心。我是卡乐，我们下部影片见。